一只千年狐狸托梦让我救他孙女，谁知白天我就碰到了虎蟒争斗，只见一条白蛇把一条狐狸紧紧缠绕，眼看着就要一口吞下，我见状拿起身上的柴刀就劈了上去，直接就把那条白蛇劈成了几截，这才把那条狐狸救了下来。事后我又把那条白蛇的尸体埋在了大树下，然后就带着狐狸回了家。可是带回家之后才发现它居然有2条尾巴，我心中虽然疑虑，但也没有在意。到晚上我又帮它处理了伤口，就这样过了一夜。我白天在看伤口时，它居然就恢复得好好的了。昨天还深可见骨的伤口，今天在看时竟然丝毫看不出伤口在哪里。这种情况我虽然不懂，但总觉得跟那次梦中的狐仙有关。就这样它就在我家住了下来。我也尝试过赶它走，可它每次都是跑进山林，一到傍晚就回来了，嘴里还叼着野鸡野免。那时候我懂了，它的意思是不需要我养它，它自己能生存，只求我别赶它走。就这样它算是正式在我家住了下来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小狐狸每天早上送我到村口，等我放学回来，它就从树林里突然窜出来，栽进我的怀里，一个劲儿用脑袋蹭我。到了晚上，它也安安静静地坐我旁边，与我形影不离。唯独有别人的时候，它连影子都不会出现。所以跟着我的那些年，除了我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它的存在。再后来我在县城上了高中，只能每周周五回家。本以为小狐狸会在这种时候离我而去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一到村口，它还是从林子里窜出来往我身上蹭。虽然它已经长大了不少，但还是那么调皮。直到高3暑假那年，我跟往常一样在做作业，突然听到外边的树林里传来响声。我走出去一看，就看见了一个老太太杵着拐杖往我这儿走来。我迎面走了过去，问她：“老奶奶，您是哪儿的？找谁啊？”“小伙子，我找我孙女儿。”“你看到我孙女儿没？”她笑起来很慈祥。“您孙女儿是哪个？”我仔细想了想，又说：“最近没看见村外的人来过。我前几年出门让我孙女儿看家嘞，前些天才回来，我孙女儿不见了。有人跟我说她在你家住着呢，我就来问问。而且你也应该记得我呀。”“哦，那您老肯定是搞错了，我家只有我一个人。”我礼貌地说，心里想着我也是第一次见她，怎么会记得？老太太哦了一声，不停地点着头，眼睛却直盯盯着我身后。我察觉到她的目光，回头一看，发现小狐狸正蹲在地上，看着老太太摇动着尾巴，狐脸上好像还在笑一样。这是小狐狸第一次在其他人面前露面。然后老太太站了一会儿，一声不吭地回头走了。我还送她到门口，心里怕是哪家糊涂了的老太太迷路到了我们村子。大晚上山里野兽多，也怕她出什么事。谁成想老太太竟然直接走进了树林里。当时我就认为肯定是老糊涂了，大晚上一个人去树林里肯定不正常。说着回家拿起手电就追进了树林，没想到一片不大的树林，我找了个遍都没找到老太太。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回到了家，想着明天叫上村里人再找找看。等到了白天我一起床，却发现小狐狸不见了。起初以为它是出去觅食了，所以没担心，但刚一下床就看到桌子上放着一样东西，是一个红色的肚兜，肚兜里面装着一撮黑色的长头发，中间用红纸包了一圈，味道很香，很明显是一个女孩子的头发和肚兜。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，就带着这些东西找到了村长。村长一看到这个东西，笑哈哈地说：“哎呦，胡家大小子，这是有女娃跟你示好的，拿着这个就可以去女娃家提亲，快告诉爷爷是哪个姑娘送你的呀！”当时我一听直接就蒙圈了，这东西是自个儿来我房间的，难道是小狐狸给我进来的？想来只有这个可能。我跟村长尴尬地笑了笑，并没说啥，就跑回家里就找小狐狸。如果是他叼进来的，肯定就是他喜欢玩的东西，到时候一看就知道了。可我没想到从那天开始，无论我走多远找得多仔细，小狐狸都没再出现在我面前。他一走，我心里空落落的，放在柜子上的肚兜和头发完全没放在心上。每天除了在家吃饭睡觉，一直寻找着小狐狸的踪迹，可惜一直没有得到任何线索。我甚至怀疑他可能被猎人带走了。就这样差不多找了半个月，还没找到小狐狸，那会儿已经绝望了，以为再也见不到他。可我没想到这只是个开头而已。就在我不打算再去寻找小狐狸的那天，我又在山上找了一天一无所获，然后从山上失魂落魄的回到家里。刚到家门口就看见一个老太太蹲在我家大门口哭泣。我皱着眉头走到家门口，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您这是？”她闻言一下子回过头看向我：“我找我孙子，我孙子不见了，你看到我孙子了对不对？”她看着我笑道：“您孙子？”我身上不禁有点小抖擞，怎么又是来找孙子的？我摇摇头跟她说：“老人家，我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最近村里没来过其他人，我也没见过您孙子。”“哦，最近没见过，那你6年前有没有见过我的孙子呢？”她眼里露出一丝迷离，好像质问我一样。6年前我掰着脑袋想了想：“老人家您搞错了，我真没见过您的孙子，你赶紧走吧。”我看着她的表情有点害怕地说。我这话一说完，老太婆却不再言语，她看着我笑笑得很诡异，一副不把她孙子找到就再也不走了的表情。我被她的笑容吓得连退几步，回头踉踉跄跄的就跑到了村长家，到门口就喊道：“爷爷，我家来了个老太太，您快帮帮我吧。”村长从屋里叼着早烟走出来：“大孙子，你急急忙忙的干啥撞鬼了呀？”“爷爷，我家来了个老太太，怎么说都不走，就看着我笑，你快去看看是不是哪家老人家糊涂了跑出来了。”村长抽了一口烟，用烟斗冲我身后指了指：“是不是他呀？”我感觉背后一冷，抖抖嗖嗖的回过头，就看见刚才那个老太太悄无声息的站在我后头，正直勾勾的盯着村长笑。我被吓得一溜小跑，跑到村长的身后：“你是哪个村的胡家大孙子，惹你什么了？你这样吓唬人家一个小娃娃。”“我来找我的孙子。”老太太就这样低沉的说了句，之后无论村长怎么问她都只顾着笑。村长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，问我是不是在哪得罪了他。我摇摇头说没有，这是第一次看见他。村长也知道我的性格，根本不存在惹是生非，于是从家里拿出来2个鸡蛋递给老太太，厉声吼道：“我不管你是哪个村的，得了病就该治，拿着这东西滚，以后别来我的地方吓唬人。我就来找我的孙子，他打死了我的孙子。”
孙子，我要一辈子缠着他。老太婆接过2个鸡蛋看了眼，却一把扔在了地上。村长的脸越变越难看，狠狠地抽了2口烟，接着喊我先把屋檐灯打开，让他看看这个老太太是不是隔壁村的。我照做把屋檐灯打开了，这灯一打开，老太太佝偻的身子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这个时候我才看清楚，老太太的肩膀上盘曲着一条红色的毒蛇。村长见状脸色立马就变了，回头小声问我大孙子，我眼神不好使，你给看看那老太婆背后是不是没影子。一听这话我就看过去，老太婆直挺挺地站在屋前，但背后真没影子，冷汗刷一下从背后渗出来，吓得不敢说话，跟村长木讷地点了几下头。大孙子别怕，爷爷屋里放着把宝剑，那是祖宗传下来的，你快去给我拿来。村长放大声音喊道。我闻言立马就跑到了村长屋子里寻找，可是我把房里找了个遍，都没找到村长所说的宝剑。刚跑出门口想说没找到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个老太太的背影从路口逐渐向远处跑去了。我正疑惑呢，就被村长一把拉进了房子里。我看着村长慌张的样子不解说，爷爷您屋里没宝剑啊？傻孩子啥宝剑啊，你惹上不干净的东西了。说罢回头又把房子里灯关闭了，又悄声问我是不是上山惹着啥了。我也认为是哪里得罪了老太婆，她才会来吓唬我，但仔细一想没得罪过人啊，于是我说没有，我从小到大根本没得罪什么人。大孙子你肯定是打死什么不该打的东西了，你再想想。我闻言就想起了6年前的那件事了，于是就把当年的事跟村长说了。村长一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，顿时就瞪大了眼睛，傻你个背时的娃呀，山上的东西咋能乱打呢？你麻烦大了，明天我带你去找个端公看看，并且告诉我今晚就睡在他那，不管听见谁喊都不许答应。我一看村长一脸严肃的样子，当天晚上我果真的一句话也没敢说，就在村长的隔壁屋子里睡觉。可到了大概是半夜11点左右时候，外边忽然传来了一阵沙沙的响动，好像有人垫着脚尖在门口走动，紧接着又是老太婆幽怨的哭声传来。我害怕的往窗外一看，就见到一个佝偻的身影在月光下左右的移动着，紧接着又趴在窗户上好像在找我。我见状吓得一动不敢动，而这时候村长的声音传来，捂在被子里别看。我一听捞起被子就捂住了脑袋，心脏还跳个不停，但哭声还是没消停，忽远忽近的，直到凌晨3点多的时候终于消停了，但我依然不敢从被子里钻出去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缓缓睡去，随后就做了个梦，梦里我在家里睡觉，睡着忽然听见外边有声音，我就走到了客厅，而这时门被敲响了，我就伸手拉开了门，突然看到一条血肉模糊的白蛇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最后竟然还说话了，你还我命来，还我命来。我吓得好像心脏都破裂了，猛地尖叫一声，突然从床上坐起来才发现是个梦。而这时村长冲了进来，四处寻找，是不是他又来了，在哪呢？看老子一刀劈了他。我喘着气说爷爷别急，只是做了一个梦。他这才松口气，叫我赶紧起来，带我去隔壁村找人看看。我一听又想起昨晚的做的梦，我连出门都等着村长，是吧？我就跟着村长往隔壁村走去，而去往隔壁村的路正好经过我家，路过家门口的时候，忽然听见屋里有响动，好像是有人在切菜。村长皱着眉头叫我过去看看，该不会是闹强盗了吧？我就走到厨房的窗外，看向里面什么也没有啊。这时客厅位置又传来了那种声音，吓得我捡起地上的柴刀，跑到客厅的窗户外往里看去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一张皱巴巴的脸猛地映入眼帘，竟然是昨晚那个老太太在屋里头，看着我说道笑你回来了，吓得我大喊一声往后退了老远。村长一听情况不对就跑了过来，一见又是昨晚的老太婆，怒到麻磊个巴子的，你这个狗东西还不走，又把我带到了院子外，让我看着房子别让他给跑了。紧接着跑进村里带来了一群壮汉，那些都是我的叔叔大爷们，看到魂不附体的我都在问怎么了，我一个劲的摇头，心里真被吓破了胆。他们一见我被吓成这样子，直接一群人冲进了房子里一阵寻找，可他们把房子找了个遍，压根没看见疯婆子，这下子把我吓得更害怕了。在众人的安慰下，就把我带到隔壁村的刘端公家，而刘端公就是这儿的道士，平时哪家有了白事都由他来安葬。我刚一进门，刘端公就叫村里人找2个刚下的鸡蛋，并用鸡蛋在我身上滚了几圈，再打破放在清水里，没成想鸡蛋一到了水中，瞬间跟烂了几10年一样散成一片。刘端公一看就说到被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，莫担心，带我去他家看看。我闻言心中感觉找到了一丝依靠，就跟着刘端公回到我家。只见刘端公一进门，先是用柴刀劈了大门2刀，然后趴在窗户上往里左右的瞅，突然他好像看到极其恐怖的一幕似的，猛地往后面退了几步，颤声说道原来是柳家仙人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莫怪我马上走。说完逃命似的连滚带爬的跑向村外，任凭村长怎么喊他都不应。村长见状就赶忙去追，就剩我一人站在家门口发呆。难道刘端公也看见疯婆子也被吓着了吗？就这样我就站在房子外等了好一会，村长才一脸失落的回来。爱大孙子这10里8乡的也就只有刘端公一个能人，你先去爷爷家里住着吧，说不定时间长了他就自个儿走了。然后又叫我先把门锁好，跟着他回去住几天。可是怪事又在这个时候发生了，无论我怎么锁门，这个锁芯都会自己跳出来，反反复复就是锁不上。当时连村长都被吓得2腿发抖，索性拉着我就往他家跑。而我到村长家的第1天晚上，疯婆子又来了，还是老样子，趴在窗口看着我笑。但我跟村长说了，他拎着菜刀跑出去时却什么也找不着。那之后我还是
烧了不少香烛纸钱，还跪在门口说了一些好话，可压根起不到作用。疯婆子的身影好像融入到了我的骨子里一样，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她的哭声，而且一天天过去，事情也越来越严重，严重到每天晚上只要我一睡着，就会做同一个梦，梦见疯婆子站在门口看着我笑，还说一直要这么缠着我，直到把我折腾死为止，并且第二天醒过来，自己就躺在山里的一棵大树下，这里就是我当年埋那条白蛇的地方，而我每次都是偷偷跑回村长家，为了不让他老人家费心，我都没有说实话，内心几乎快要崩溃了。而我躲在村长家的这半个月里，任何方法都用尽了，还去求过刘端公，可是刘端公根本不待见我，还说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东西，谁也无能为力，恐怕命不久矣。想着梦里的疯婆子一直说要把我折腾死，可我还没死的征兆，村长一个老人家已经有些受不了了，他几乎没睡过觉，有的时候又是骂又是喊，叫来村里人都不管用。我见状不认，想再连累他。到了第4天早上，又经历了昨晚的一阵惊心动魄。村长很早就起床，坐在堂屋里给祖宗烧纸钱，嘴里念叨着一些求保佑的话。我跟他说，爷爷别怕，我今天就回家去，疯婆子肯定是吓唬我的，我回去的话说不定根本没事。村长一脸疲态地说，孩子你还小，经不起他吓唬的，听爷爷的，再住几天，我想办法把他打发走。我摇摇头说，我已经长大了不小了，要是疯婆子再敢来吓唬我，我就跟他拼了。当时我真的怒了，有史以来第一次发那么大的火，没听村长的劝阻，一溜烟跑回了家。刚到了家门口，竟然又听见厨房传来了那日切菜声。我见状心中升起了怒火，抄起一根木根就冲进了厨房，看到一个黑影蹲在灶台前，没完了你还，直接一闷棍就劈了下去。可这个黑影反应特别快，一把就捏住了我。我一看就傻了眼，居然不是疯婆子，而是一个长得很帅的男人。他开口说道，回来了，怎么看都不看就要动手，小子长大了敢打哥哥了你。我闻言完全愣住了，说道，哥哥我都没听说你，你不相信的可以去问问村里人，我等你。我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音讯，又突然出来一个道士打扮的人自称是我哥，当时别提心情有多复杂，撒腿就跑到了村长家，把事情跟他说了一遍。村长一听我说完，说道，你确实有个哥哥叫胡峰，可还没活到3岁就天折了，怎么可能回来，快带爷爷过去看看。等我跟着村长到我了家，这个男人已经摆好饭菜了。村长一看见他就说，长得跟你爹挺像的，可能是真的。而这时胡峰回头看向我们，笑了笑说道，快进来吃饭。我一听暗暗苦笑，搞得真是他家一样，我这个守着房子多年的人反倒像个外人。然后村长问他小时候到底发生了啥事，咋这么多年了才自个回来。他说的跟村长之前跟我讲的一样，被人拐走了，后来被一个老道士收养，长大后才知道家里还有一个弟弟，于是就找过来了。模棱两可的几句话却说的村长老眼湿润，说我这些年一个人是有多苦什么的，现在有了哥哥真是不容易啊。最后村长跟他说了这些天发生的怪事，没想到他跟不在意似的笑了笑，平淡说，我知道了，您老放心，那东西欺负我弟弟，我自然不会放过他的。我一听哥哥说出的这句话时候，心里不由一阵感动，仿佛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了这多年，终于找到了依靠一样。村长也满意的点了点头，然后把我带到门口，小声说，大孙子，那你就跟你哥哥好好歇一歇，爷爷明天再来看你。说罢拍了下我的肩膀就走了。等到我跟哥哥吃完了饭之后，他就喊我跪在门口烧了3炷香，又让我把6年前的来龙去脉完整的讲一遍。我听话的一一照做了。是吧，他又叫我带他去当年埋蛇那个位置看看。我不敢怠慢，就带着哥哥向山里走去。等到我俩到山上的时候，已经是中午了。此刻烈日挂空，还有些热乎乎的，但是一走进那片树林中，瞬间就感觉到一阵阴风迎面吹来，温度都好像到了零下一样。等我找到当年埋蛇的大树后，哥哥就让我挖，说把骨头挖出来后，今晚上就带我去赎罪。我虽然心里有些没法接受，但也硬着头皮一点点的挖着。等到我挖到一半的时候，哥哥突然叫我停，他负手站在坑前，冷眼盯着土坑看了半天，才嘀咕说这里面埋的是人不是蛇。在他说话的同时，我已经看到土里有撮白头发，明显是个老人的头颅。霎时间我吓得头皮都麻了，一把丢掉锄头往后退了几步，失声喊道，怎么可能，我打死的是蛇不是人啊。哥哥却淡淡说，别怕，先站后面去，不要看，等我喊你再来。说罢他接过我手里的锄头，又从他的袖子里拿出一把香烛，点燃后围着土坑插了一圈后，这才动手继续挖。而我则魂不附体的站在他身后，内心想着一条蛇怎么会变成人呢。没过了一会，哥哥就喊我过去帮忙。我走到尸坑面前，往里一看，差点没把我魂给吓丢了。坑里果然躺着一个人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而是隔壁村的刘端公。我看着尸体吓得都还没反应过来，刘端公却突然张开了嘴的，这就是帮你忙的下场，我要你不得好死。我见状吓得一口气没缓过来，当场就晕倒在地。等到醒过来时候，发现已经是下午了。我躺在家里的床上，哥哥坐在旁边，正拿着红肚兜里那撮长头发打量。我惊恐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看着哥哥问道，我刚才是在做梦吗？不对啊，坑里怎么埋的是刘端公？不是梦，他把头发放好。紧接着说是被柳家老婆子害死的，我也顾不得被谁害死的，翻开被子跳下床，撒腿就往外边跑。干嘛去？哥哥站起身来问我，我去看看是不是真的。我回了一句，我一口气也没敢歇，直接跑到了村口，刚好遇到村长从那边走过来。村长看到我后，他急忙拦着我，叹口气说，大孙子，这事不怪你，回去吧。爷爷刘端公真撕了我，瞪大眼睛问他。村长叹了口气说，他这几天也在暗地里帮你，没想到冤孽啊。我急的话都说不出来，本想去看看刘端公，但村长死活不让我去，说撕得太惨了，我这几天又被吓得那么严重，再去看4人恐怕会吓丢魂的。然后我被村长拉回到家门口，而哥哥此时正在进香，看到我后走过来，拍拍我的肩膀，说道别想太多，赶紧来烧香。但这时怪事又发生了，我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着，愣是抬不起来，脚上也特别的沉重，好像有人拽着我的脚跟一样。可是回头看去却只有村长一个人，后面压根没其他人。哥哥歪着脑袋看了眼我的身后，
紧接着在我手心掐了一把，瞪着我身后说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再敢在我面前伤他一根汗毛，我就把你挫骨扬灰。等到这句话一说完，我瞬间感觉身上轻松了不少。哥哥又把我拉到他背后，然后跟村长说爷爷就别费心了，回去好好休息，胡一的事情我自己可以解决。村长看着我叹了口气就回头走了。这时我猜到了刘端公为何会被疯婆子害死，估计前几天村长私底下又去求过刘端公，说来说去还不是为了我，以后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。想到这里心里有些无力，但愿这件事能有个好结果。哥哥一看到我这个状态，用一张黄符烧成灰调成水让我喝下，紧接着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说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今晚柳家老太太又会来找你，我的能力有限，真要撕破脸皮可能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，若想摆脱她你必须嫁给胡家。我一听这话，刚喝进嘴里的水扑哧一下全喷出来了，吃惊地说，啥男的怎么可以嫁人，什么柳家胡家的，我们这里没有这两个姓氏的人家呀。我心里还在想哥哥是不是在逗我开心，哪知哥哥却一本正经地摇摇头，看着我说，胡一有的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，你打死那条蛇和吓唬你的疯婆子都是柳家的，简单的跟你说，柳家人都是一窝蛇精。我闻言吃惊的张大了嘴巴，昨天就在想疯婆子没有影子是不是不干净的东西，怀疑她就是传说中的蛇精，没想到胡峰竟然也这样说，而哥哥却示意我别着急问，接着说，所谓胡家其实就是一群狐仙，胡家要比柳家可怕，不过你打死蛇也是为了救他们家的人，这件事情只能求他们帮忙，你屋里的头发和肚兜应该是他们家哪个女孩看上你了，不过胡家向来不嫁女只收上门女婿，你要想求他们帮忙也只能这样，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？我苦着脸问他。在城里的时候电视我没少看，当然知道狐仙是什么，就是狐狸精，一般都是些长得漂亮的女人，就会勾引男人再把人吸成干尸。哥哥却非常严肃地说，柳家人不是说惹就能惹得起的，你没选择的余地，既然有这个好机会，那这是哥替你做主，改天就带你去胡家提亲。我一听就害怕极了，又想起了无数民间的狐妖传说，赶忙问道，哥那你说跟我一起生活了6年那只小狐狸会不会也是狐狸精啊？别瞎说，小心让人家听见。哥哥瞪了我一眼，善良的狐狸要叫狐仙，他们最讨厌别人喊狐狸精，以后注意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失落地说。然后我想到小狐狸走了快半个月了，本来挺想念他的，没想到现在出这种事情，不得不怀疑他跟蛇一样都是妖精，可是跟我在一起那么多年都没害过我，一时间难以判定。哥哥见我埋头苦想，就叫我在家休息会儿，他去隔壁村看看刘端公，很快回来。我说要一起去看看，毕竟是为了我，而且哥哥走了我也怕疯婆子又来吓唬我，可他不让我跟着，说我现在胆子小，好好待在家里休息，等他回来。哥哥说完就走了，我也不好意思跟过去，就回到屋里拿着红肚兜和那撮绣花，默默地掂量了许久。等到傍晚的时候，哥哥才灰头土脸的回来，一看就知道被村里人给骂了。我见状心中也是不忍，一狠心就说，哥我想好了，嫁就嫁吧，只要能把疯婆子打发走，干什么都行。哥哥看了我一眼笑了笑，看你那样虽然名义是嫁，又不让你去人家家里过日子，放心吧，没那么严重。紧接着走进堂屋，又烧了3炷香。等到进完香后，哥哥给我一件红色的长袍要我穿上，跟我说今晚肯定有很多东西来找你麻烦，你就跪在这儿别动，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不许离开，熬过今晚明天就好了，听懂没？我点点头，打量一下身上的红衣服，这是古代新郎官的衣服，难道今晚就要我嫁给一只狐狸精吗？我身上抖擞的厉害，但我没敢说什么。就这样我面朝路口跪在家门口，而哥哥则是坐在我的后面闭目养神起来了，而我就一直这样跪着，跪到了夜里差不多10点钟时候，我已经开始打瞌睡了。就在这时，身旁突然传来呜的一声，好像是疯婆子的哭声，我吓得鸡皮疙瘩瞬间爆出来几层，猛地睁开眼看过去，可眼前的月光下除了一动不动的哥哥外，并没有看见其他东西。我惊慌的失声喊道，哥你快醒醒来了，别怕，我在这里，看谁敢碰你。哥哥突然开口说话了，这冷不丁又吓了我一跳，还以为他一直在睡觉，没想到竟然是醒的。听哥哥这么一说，我拍着胸脯缓口气，紧张缓缓平息下来，可没想到还没完全喘过气来，不经意间看到对面有一片白影从那边过来了。只见白影好像是一群人从山林里蹦蹦跳跳的跑出来，在月光下若隐若现，没多久竟然跑到了我家的路口。4个脸色惨白的小孩子出现在眼前，他们抬着一顶白色的轿子，到了路口就在那儿原地蹦跳，居然没有一丝声音。闭上眼睛别看，哥哥突然对我说了一句，我感觉嗓子眼都快跳出来了，赶忙闭上眼睛，浑身都在发抖。大概过了10分钟左右，耳边又传来一阵阵女人的哭声，好像就在我面前。这次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就睁开眼睛又往门前看去，一看不要紧，直接被吓得呀的叫了一声。只见门前一片白影，差不多跪着10多个穿着白衣服头戴尖帽子的人正在那儿围着一口棺材哭，然而哥哥却不见了身影。伴随着我的一声尖叫，眼前那些白衣女子忽然间消失了，院子里只留下那口黑森森的棺材。就在我被吓得欲喊无力时，棺材里突然传来哥哥的声音，尔等若再不走，我便打得你魂飞魄散。这句话一喊过，棺材突然间消失了，哥哥盘腿坐在地上，双手掐个指诀，似乎在念着什么，可是棺材没消失多大一会儿，我又听见身后传来一阵吱嘎吱嘎的声音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身后上动。大孙子你过来，快过来救爷爷，爷爷要不行了。是村长的声音。我一听就准备跑过去救人，但被哥哥给拦住，他说别去，咱们今晚就看看他能玩什么花样。那东西一见我们没有反应，顿时就气急败坏。只见疯婆子一眨眼就站在我不远处，手里还捧着几节白色的东西，好像是我打死那条白蛇，并说到吃了它我就放你们其中一人的活路，不然我让你家断子绝孙。说罢还放出了那日的毒蛇。就在这时，哥哥忽然冷笑一声，说你想的太简单了，我岂能让你得逞。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家的门突然打开，
紧接着从里面跳出来一只公鸡，公鸡蹦蹦跳跳的到疯婆子的跟前，埋头狠狠地啄了他的脚跟一下，接着又蹦蹦跳跳的往左边的树林里跑去。只听疯婆子发出嗤的一声，竟然跟着公鸡就跑。跑到树林前的时候，忽然身子一抖，趴在地上往前爬，爬着爬着竟然变成了一条蛇，很快就消失在了月光的死角处。哥哥见状拔出桃木剑，并对我说：“你小心别让那条蛇咬你，我去拖住它，天亮就没事了，在家等着。”随后跟着疯婆子消失的地方追进了树林。不等我反应过，那条毒蛇已经爬到我的面前，吓得我头皮一麻，猛地往路口跑。没想到刚跑到路口，忽然听到后面传来一声狐狸的声音，声音好熟悉，应该是小狐狸来了。我回头一看，就见一只红色的小狐狸跟那条毒蛇打了起来。那小狐狸长着2条尾巴，就是我养的那只。我见状拿起一根木棍就想过去帮忙，可没想到这时小狐狸一嘴叼起蛇尾就跑进了树林里。我本想追过去，但树林里太黑，根本看不见路，于是跑进屋里想拿手电。一进屋就看见桌子上放着一样东西，仔细一看，居然发现这件衣服跟我身上是一套的。莫非是小狐狸带来的吗？我拿起帽子闻了一下，心里瞬间有数了。小狐狸跟我6年，他身上那种异香我再也熟悉不过，帽子一定是小狐狸带回来的。但这也证明小狐狸绝不单是一只普通狐狸，我猜对了，它应该是只狐狸精。虽然蛮想念他刚才见到他的一瞬间，心情好了许多，但要我接受一只狐狸精，哪是正常人一时半会儿能做到的。想到这里，我感觉头都炸了，心里不单害怕疯婆子，也有些畏惧小狐狸回来。这种感觉就好像失去可靠，左右都是妖精，让我出去帮谁呢？突然我想起了我哥说他的能力有限，跟柳家疯婆子撕破脸皮也无法占上风，也不知道刚才的红公鸡是他用的什么手段，反正我感觉拖不了多久。想到他可能很危险，我拿起手电就跑进了这片黑漆漆的树林里。只见山间被月光洒得一片云白，唯独树林中被浓密的树木给遮挡。手电在这里是那么的渺小，四周还充斥着一股子诡异气息。我见状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就在我心慌意乱跑到树林中间时，就看到了刚才那只红色的大公鸡。我刚想把大公鸡抱起来看看怎么回事，却发现根本不是什么鸡，这居然是用纸折的纸偶。此刻已然是面目全非，我顿时就想到这是哥哥专门为疯婆子准备的手笔，他们或许就在附近，我就想往对面跑去。没想刚走了一步，头顶突然哗的一声，顿时一股难闻的腥味扑鼻而来，似乎有水泼到了我的头。我抬头一看，发现哥哥就站在树上，手电关掉别动。他看着前方对我小声喊道。也就是在我刚关掉手电的时候，树林尽头忽然凭空泛起一层浓浓的白雾，白雾在空中缭绕四散，不一会儿消散而去，取而代之的东西竟然正是之前那顶白色的轿子。4个两腮和眉心涂着一圈红色的小童子站在轿下，他们拾着轿子往这边一蹦一跳的靠近过来。等轿子到了面前，一眨眼的功夫，疯婆子竟然就站在了轿子外，正面朝我们这个位置一动不动的看着。你们在哪？快出来吧！疯婆子边说边走，一步步的靠近。我有些忍不住了，想回头跑，但这时哥哥忽然用长剑靠在我的脑袋上，示意别动。我只好肝胆俱裂的站住身形，眼睁睁看着疯婆子的身影慢慢走到跟前。她到身前的时候呼呼的嗅着鼻子，一点点的靠近，差点就把脸贴到了我的脸上。我吓得浑身都在发抖，一下子闭上了眼睛，一动不敢动。就这样过了一会，疯婆子转身走了。等她的身影完全消失的时候，哥哥忽然跳下来拉着我就往反方向跑。跑出树林是一条灰白的林间小道。哥哥他压低嗓门说，你跟着这条路往前走，山上的乱葬岗你知道吧？老太太不会去那里，你拿着这些米跑去那儿等我。如果期间有人问你干嘛，你就说你是来等人的，然后把米放在嘴里嚼，一定别吞进肚子。我一会儿来带你去胡家提亲，快去。哥，那你怎么办？我担心地问道。我一会儿就来，快去。他推了我一把，紧接着从身上拿出一瓶东西泼在自己身上，又是那种血腥卫士鸡血。之后他回头往家的方向跑去，叫我速度点，不然老太太回来就走不掉了。没办法，我沿着这条小路就往山上跑，一路上总能听到一些奇怪的叫声，使我背后直冒寒气。很快就在我全力冲刺下跑进了乱葬岗，然后我紧张地站在树林旁边等着哥哥。突然黑暗中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，有种无形的空灵感来干什么的，我只感觉头皮一麻，立马用哥哥告诉我的话瑟瑟发抖地说我在这里等人。黑暗中就这样一声，四周忽然又是一阵落针可闻的死寂。没想到随后又传来了刚才那人的声音，你是上吊还是梳头？我等人，等人的。我结结巴巴地喊道，上吊还是梳头？声音好像重放一般。又沉默一会儿，接着又说我给你梳头。我吓得连连后退，颤巍巍到了月光下，发现有个白色的人影从黑暗中跟着我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把黑漆漆的东西。我慌乱中猛地摔倒在地，手里的米不小心洒在地上。这时才想起刚才哥哥的交代，看着白影逐渐要从黑暗中走出来，抓起地上带着泥土的米粒扔进嘴里，就拼了命的嚼。那白影就这样说了一声，再一眨眼就消失在了原地，而我却一动不敢动，趴在地上不敢看任何地方。等了差不多5分钟，小路上突然跑过来一个黑影，到跟前才知道是胡蜂，他手里拿着小狐狸带回来的帽子，还有红肚兜和那撮秀发，然后拉着我就往乱葬岗里面跑，一边走还往路旁撒米。等会儿到了胡家，你千万别害怕，站在我身后就行，记住别再叫狐狸精，听懂没？哥哥喘着气跟我说。知道了，我回答道。心里一听到哥哥说起狐仙我就害怕，想到这些我十分忧愁地对哥哥说道，哥你可一定要给我选一个好点的，我不想一辈子就这么毁了。哥哥闻言哈哈大笑说道，你这小子哪轮得到你选人家，人家都不会选你，说不定看上你的那个就是你养了几年的小狐狸。是他吗？我叹了口气，想到小狐狸，心情瞬间又复杂起来，又想念又害怕。
也有点期待他到底长什么样子。总之一时半会儿真没法安心去思考他的事情。就这样，我跟哥哥急急忙忙地走着，一边聊着天，不知不觉就到了一座大山里面。然后哥哥又在四周找了一棵最粗壮的树，并且在树后找出来一块雕刻着胡家先帝的石碑。然后哥哥要我跟他一起跪在石碑面前，然后说到晚生带着家弟胡一应胡家公主信物之约，前来商谈家弟与林公主的亲事，望胡老仙家派人迎接。就这样没过了一会，我们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恭候多时了，二位来了，随我走吧。我跟哥哥连忙起身向他行礼，而他微微一笑说道：我叫双雪，在胡家排行老大，专程来接你们兄弟俩的。初次见面算是有礼了，以后成了一家人，大家就不必这么拘束了。哥哥淡淡一笑说：真是不好意思，大半夜还麻烦双雪姑娘。哎呀，你们还是跟我家双双公主客气吧，她闹着要我来接你们的，不然人家才懒得来呢。他无奈地笑了一下。双双是谁？我忍不住开口问道。他说双双就是你的小狐狸啊，咱们家二丫头长得最可爱的一个，等你洞房的时候就能看见她了。什么？取的还真是小狐狸啊！我一听到洞房二字心都跳得厉害。然后他一见我脸红了，更加高兴了，说道：我们这里的规矩呢，在洞房之前新郎新娘是不能见面的。看把你急得放心了，跟你生活了6年的双双小公主可是万千男人都觊觎的小美女哟。我一听脸更红了，也不敢回话。接下来我们无人言语，就这样我们走了好一会，突然就看到一个小山庄灯火通明，门口还站着仆人。我刚跟着女人往门口走，眼角忽然瞥到对面房子的2楼上，好像有个人正趴在窗口看着我。抬头看去，隐隐看到是一个穿着红衣头戴凤冠的女孩子，正趴在窗口偷偷的看我。但她看到我发现她后好像很害羞一样，急忙用袖子蒙着脸，故意不让我看她。我眉头一皱，难道她就是小狐狸吗？正在我分神之时，哥哥拉了我一把，示意我别乱看，而我只能忍着好奇心跟他们往前面屋子里走去。刚一进门就看屋里坐了很多人，正座上还坐着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奶奶，一看还大吃一惊。这老奶奶我见到过，不就是那次来我家里找孙女那个？而双雪指着老奶奶给我们介绍到这就是家母了。哥哥见状拱手行礼，我也是有样学样跟着也行了一礼。那老奶奶却突然对我们笑了一下，虽然是一脸慈祥的笑容，但给我更多的感觉是一种威望。之后双雪又给我们介绍在座的几个人，虽然人很多，但介绍的也就坐在大椅子上面的3个。他只说这3个人是黄家、白家和辉家的代表，也没过多介绍。我心想怎么会有这些姓氏？如果有个黄家和白家那还可以说是巧合，又出来个辉家，岂不全都成颜色了？等到我们坐下后，胡老太太才说：雪儿出去吧，看好家门口，柳家的人咱们不欢迎，别让他们进来。然后胡老太太又向台下人的说：今儿是我们胡家招婿的大喜之日，老身感谢3大仙家的大驾光临，拜堂还有点时间，晚宴已经备好，大家先去落座吧。在场的人又说些客套话，然后跟着下人走了。等到屋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，我猜胡老太太肯定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。哥哥也知道了，拱手说：老仙家有话尽管讲。我和家弟洗耳恭听。老太太脸色忽然变得不大好，说道：你们兄弟俩的事情老身都知道了，柳家要你弟弟的命，恐怕是没有商量的余地啊。说完面带忧愁的看向胡峰，哥哥好像知道什么意思了，淡淡一笑说：我明白你们仙家的规矩，我有所耳闻。老太太闻言点了点头，继续说：可能这会儿那老太婆已经到了门口，在没有拜堂成功之前，她随时可能下手搅局。我们胡家记仇虽出了名，但也非常重视恩情，你弟弟救了我家丫头，应当全力帮助你们。说到这里忽然又叹口气，但是我们胡家也不能破坏了规矩，拜堂之前的事情得由你来做，拜堂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柳家老太婆纵然嚣张，也不敢再找你们的麻烦，所以等会儿的事情你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哥哥面无表情点了点头说道：家师传我降妖伏鬼之术，并不是让我出来看着弟弟任人宰割的。老仙家放心，谁胆敢当着众仙家的面欺凌我弟，我便让他挫骨扬灰。这句话不光说得我热血澎湃，就连胡老太太身上也明显微微抖了一下，喘口气说：好能与我胡家结亲的人家绝不一般，我相信。然后胡老太太就叫人给我们哥俩安排好了房间，留下人带我们走到门口。进屋后我就忍不住问道：哥，既然你能打得过柳疯婆子，怎么还来这里让我娶媳妇啊？他笑着摇摇头：你见识少，不知道其中的厉害。这几大仙家都是妖狐家还是仙家之首，最可怕的一家。刚才胡老太太是在试探你我的志气，我身为你的哥哥，若不给你撑面子，往后我走了你会吃亏的。走你以后要去哪儿？我一听还急了，你可别丢下我呀，爸妈都好几年没回来了，我就你一个哥呀。臭小子担心那么多干嘛？我是说如果。正在说着，外边就传来一阵鞭炮声，我搞不懂这些仙家的成亲规矩，所以就等哥哥安排。哥哥听到鞭炮声响起，就把新郎官的帽子给我戴上，小声说道：我感应到柳家人的气息了，你小心外边的所有人。然后哥哥又递给我一个小瓷瓶，让我情况不对就泼了他。我害怕的应了一声，一出门就坐上了轿子。就在轿子刚走进巷子不一会儿，我忽然听见外边传来一声诡异的问话，竟是疯婆子的声音：你们办喜事呢？轿子立马就停下来了，我吓得头皮子一麻，掀开窗纱就往前看去，只见疯婆子弓着身子站在巷子口，直勾勾的盯着我笑。哥，他怎么来了？我惊恐的问哥哥。可我刚说这话，在场所有人立马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向我。哥哥问我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，我一下指向疯婆子的位置说就是他呀。而哥哥顺着我手指看去，面前却空无一人。你别怕，马上就到了，有哥在。没办法，我就只能重新做好，因为仙家规矩不能乱。好在这一路没有再发生什么事，就要我马上快要走到婚房的时候，突然一条不知道从那钻出来的蛇咬了我一下，疼得我直接叫了一声。再后来我的意识变得特别淡薄，朦胧中我被哥哥扶进了大厅里。到了大厅我
就看了胡老太太，还有一个穿红嫁衣站在屋里。新娘子看到我站不起来，想要揭开红头盖过来帮忙，但被胡老太太拦住了。胡老太太就站在那里，不许任何人帮忙。哥哥见没人帮忙，也没求他们，让我坐在椅子上。说完，他恶狠狠地回头瞪向门外，又从后背上拔出长剑，咬破手指，在上面抹了一把血。剑刃上突然泛起一道金光，逼得胡家几个人往后退了几步。你不仁休怪我不义，他盯着门外狠狠地说道。接着一剑指向外边，大声念道：殷红出鞘，斩恶妖，除恶鬼，驱赶神邪，急急如律令。随后模糊看到哥哥手里的剑，宛如一道电光一般，嗖一声笔直地射向门外。随后哥哥快步跑了出去。没一会儿，外边传来他的声音：以后若是再敢咄咄逼人，我就代表茅山收了。